你说什么？已经离婚了？我们结婚整整5年，怎么可能3年前就离了？先生，您先冷静点，系统里确实3年前就已经办结了。这不可能，我根本没有签过什么离婚协议。而且系统显示，许曼宁女士在离婚后立刻就再婚了，她现在的配偶一栏已经不是您的名字了。结婚5年，为了他，我卖掉了老家唯一的房子，陪他从零开始。陆先生，您确定要卖？这房子以后要是拆迁，价格至少翻一番。签吧，为了曼娜，我做什么都值得。原来这一切只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许女士的配偶目前是方逸恒，登记时间也是3年前。方逸恒，3年前，这不是他每年7夕都要推脱去陪着的那个病弱老同学吗？林律师，有人伪造签字骗我离婚，能判几年？鱼丸好吃吗？哟，陆先生来了，不好意思啊，今晚是我和曼宁的结婚纪念日，没提前通知你。陈舟，你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这样突然闯进来，让客人很尴尬。他是客人。按法律关系来说，陆先生，现在你才是那个客人吧？打扰一下，请问哪位是许女士的先生？我是。好的，请慢用。在他们两个之间，我竟然像个陌生人。陆先生别介意，曼宁知道我胃不好，这么多年她习惯了先照顾我。陈舟，一恒身体差，你别在这和他计较。3年前那份离婚协议，许曼宁，你见过原件吗？今天是7夕，不适合谈这些工作上的事。陆先生，人要往前看，别总拿着过去的那点旧案来绑架别人。陆先生，慢走不送。前任哥慢走啊，别忘了去前台把单买一下。你以前不都这样吗？结账。好的，陆先生已经扣除了您卡里的余额。帮我把这张卡最近3年的消费明细全部给我打印出来。原来这3年，我一直在替别人的婚姻买单。先查钱，再查人，之前的账我会好好和你们算清楚。怎么回事？这不是我家吗？换过指纹了。密码错误，系统已锁定，请在5分钟。连密码也改了。那就看看是谁在里面。哎呀，陆先生，真不好意思，我刚洗完澡，曼宁说这双旧拖鞋碍眼，就拿来给我垫脚了。你应该不会介意吧？就连我们的婚纱照也换了。药温刚好，趁热喝了吧。许曼宁，我的东西呢？都收进杂物间了。一恒身体弱，闻不了旧木头那股霉味，会咳嗽。就是一股穷酸气。陆先生，你现在好歹也是个设计师，不会连一双破拖鞋都舍不得吧？这是我妈给我做的鞋。陆晨舟，你能不能别摆出这副受害者的姿态？太难看了。陈舟，等以后我们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玄关一定要放2双拖鞋，鞋子旧了也不许扔，旧东西才有过日子的味道。曼宁，这些便宜货太占地方，我明天让保洁全部扔了。陈舟，你先搬出去冷静几天吧。许曼宁，你看着这间屋子，问问你自己，这是我的家吗？这套房子的房本上没有你的名字。听明白了吗，陆先生？在法律上，这里确实不是你家。许曼宁，我们在一起5年，你居然如此对我。
陆晨舟，你拿那些东西干什么？我的工作资料。站住，陆先生，现在这栋房子不欢迎外人随便带走任何东西。需要我当场报警核对账目吗？陈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别把账算得这么细，太难看了。我们彻底结束了，徐曼宁。他还真挺能忍的，这都不怕我。启动笔迹鉴定，顺便查这套房子的全部首付款来源。不好意思，外来人员需要登记。我是陆晨舟。上面交代过，非公司员工一律按外来人员处理。你就是他赖着徐总不放的前夫。就是他，方老师身体不好，他还在人家结婚纪念日去闹事，吃软饭还吃出优越感。这张工牌绑着我的系统权限，你们还没来得及销户吧？站住，陆先生，这些方案是许家公司的核心机密，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不能带走。看清楚，你懂不懂什么叫原始设计权？这些方案是我通宵了上百个日夜做出来的，备份全在我这儿。曼宁，我只是……曼宁，别怪陆先生，我只是怕他带走公司机密，他就这样逼我。陆晨舟，你非要把事情闹到公司里来，让全公司的人看笑话，你才满意吗？我拿我自己设计的资料，天经地义。从现在起，暂停陆晨舟在公司的所有项目权限，等法务核查清楚再说。嘿，原来是吃软饭吃到公司来了，真够不要脸的。难怪徐总要跟他离婚，一没本事就跟女人撒泼，活该被扫地出门。你跟我来一趟。无论什么时候，我得到的只有冷漠和敷衍，就连我爸生病时也是这样。曼宁，我爸病危了，求你批我1天假，让我回去见他最后一面。甲方明天要来验收方案，你走了，项目砸了谁负责？不准走。陆晨舟，你什么时候能成熟一点？不用等法务核查，也别暂停权限了，我主动辞职。辞职？陆晨舟，你离开这个项目，离开我们许家，业界谁还会认你？会有人认图纸。方案收到，你放心，只要他们敢擅自用这张图纸开工，我保证能告到他们停工赔到破产。陈舟啊，人得有良心，你和曼宁既然3年前就离了，就别天天扒着我们曼宁吸血。今天叫我过来，到底要谈什么？算账！这5年你吃许家的、住许家的、用许家的，既然分了，今天就必须把账给我算得清清楚楚。陆先生，实话告诉你，3年前去民政局递交离婚材料、跑完全部手续的人是我。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这事儿只有曼宁一个人知道？原来所有人都知道，这3年你们都在看我的笑话。许曼宁，你看着我，你瞒了我整整3年，你不觉得这是背叛吗？什么背叛不背叛的？许家公司当时需要一恒手里的资源，你帮不上忙。家里的事儿，总要有人做出让步和牺牲。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从来都不是家人，只是个随时可以扔掉的棋子。亲家母，哦不，陈舟这孩子不会说话，我是来劝和的，大家有话好好说。谁跟你是亲家？早800年就不是了。你儿子死皮赖脸的缠着我女儿，你当妈的也该劝他要点脸。
亲家母，陈州这些年没少拿工资贴补你们公司，那3年前的救济款贴补？他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要不是靠我们许家能在城里站住脚，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没本事就别充大尾巴狼，离都离了还算账，丢死人了。签了他，自愿承认离婚有效，放弃车房和城南项目分红，以后别再纠缠曼宁。陈州，签了吧，大家留点体面，别闹得太难看。许曼宁，连你也觉得这5年我只是在你们许家白吃白喝的蹭饭的？多说无益，我们都该开始新生活了。我儿子不偷不抢，这5年的每一分钱都是他用命熬出来的，我们不欠这种脏东西。笔迹鉴定初步结果出了，离婚协议上的签名绝对不是你写的。初步结果而已，能说明什么？你少在这装腔作势。方一恒，你不是要算账吗？3年前公司收到的应急款是我凑的，该还钱的人是你们。你给我关了，快关了！陆晨舟，你现在可以申请财产保全，也可以直接报案。那就从第1件开始办。110吗？我要报警。我要举报一起伪造离婚协议案。先生，信息已收到，请您提供要举报的具体细节。民政局登记时间为3年前的10月17日。协议上的签名存在严重伪造。你这个白眼狼，吃我们许家的还敢报警！我撕烂你的嘴！不许动我儿子！滚开！陈舟，何必呢？这种家事闹到警察那里，传出去对谁都不好听。伪造签字的电子版鉴定书已经发到你们接警邮箱了。老公，我们单独聊聊，好不好？曼宁，你疯了是不是？当着你老公的面叫别的男人老公！徐女士，请自重，你现在的合法丈夫就站在你旁边。谁报的警？警察同志，是我。请相关人员全部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同志，误会，都是误会，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同志，这是他们10分钟前关起门来逼我签的协议，全部带走。警察同志，当年陈舟工作太忙了，是我心急才替他把手续办了。替他办？有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吗？找不到了。警察同志，我是冤枉的，我只知道许曼宁离异，关于他伪造前夫签字的事情，我完全不知情，都是他一个人干的。民警同志，我是陆晨舟的代理律师，这些文件是他3年前在外地封闭验收的证明，3重证据，他不可能出现在民政局，这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伪造公文骗取登记案。行了，情况我们了解了，带下去，分开单独问话。陈舟，我求求你，我可以补偿你，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补偿哪一部分？被抹杀的婚姻，被转移的财产，还是你即将面临的犯罪记录？民警同志，这是我们刚刚向法院申请并获批的财产保全材料，婚房首付、车款、780万借款，账目清晰，申请冻结许家全部资产。喂，秘书，怎么了？徐总，我好了，公司的基本账户全部被依法预冻结了。败家的东西，你害了全家，你害死了公司！王先生，站住！补充笔录还没做完，你还不能离开。陈舟，你非要做到这一步吗？你就这么恨我？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冬天我给你织的围巾？你真的能说忘就忘吗？
儿子，妈把咸菜罐子洗干净了，明天妈给你送过去，做你最爱吃的咸菜面。往后，该轮到我好好活了。陈舟，我查清了，这是当年买婚房的所有首付款流水，全部来自你卖掉老家房子的个人账户。陆陈舟，你想钱想疯了吧？什么首付款？当年那明明是婚前赠与，现在想要回去，没门儿！这是当时他哄骗我放弃在购房合同上签字的微信记录。这属于附带条件的赠与，条件未达成，赠与依法撤销。他死定了。妈，当年买婚房的那笔首付款，我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要回来。那是你爸留给你的房钱啊。是，妈。往后我会让您过上好日子的。妈，我当年太年轻了，没想那么多，您别往心里去。我不吃拿我儿子房钱买来的东西。阿姨，我会劝曼宁慢慢补偿陈舟的，咱们都是体面人，别把事情……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许曼宁女士，这是法院刚刚下达的传票。陆陈舟，这套婚房是我在城里唯一的安全感，你非要逼死我吗？我妈的养老钱，也是她唯一的安全感。你之前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跟我说陆陈舟就是个没本事的窝囊废吗？现在呢？我20万刚打给海外疗养院，现在房给房子没了，你让我怎么出国？天哪！快看群，隔壁徐总的婚房是骗前夫卖老家房子买的，太恶心了！骗前夫的钱养情笋，还炫耀是真爱，吸血寄生虫。陈舟，你绝对猜不到。方逸恒在各大平台上以心脏病发作住 ICU 抢救的名义发起众筹骗募期间，他的私人账户里悄悄多了一笔20万的境外寄款。打给谁了？打给了温哥华的一家海外疗养机构。他入住奢华疗养院的日期，刚好是他命悬一线的那几天。病重是假，骗钱是真。方逸恒，你还真是给自己挑了一条死路。我只想用残破的身体陪爱人度过余生，却被爱人前夫纠缠逼迫，旧疾复发，命悬一线。陈舟，你这个罪人！无辜，徐曼宁，这是你亲手斩断的最后一条退路。那个海外疗养院，我托人查过了，那家机构是专门给富豪做身体保养的，跟心脏病康复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收款账户不是方逸恒的名字，也不是疗养院的公司账户。没错，户主是许曼宁的母亲。钱是先打到许母的海外账户，再由许母转给疗养院，就是为了免得留下直接证据。所以这从头到尾就是他们3个人合伙演的一出大戏。3个人分工明确，围着我卖掉老家房子的那笔抵押款。你觉得许母从一开始就全程参与了伪造签字和转移资产？他女儿的钱，他女婿的账，他自己的海外户头，你觉得他能摘得干净吗？他们既然这么想演，那咱们就陪他们演下去。该递到法院的材料
都备好了吧？已经全部整理完毕。不过陈州，要想在法庭上把方一恒彻底钉死，我们还需要最关键的一样东西——方一恒的病历。查到了，这是方一恒在网上晒出的那几页病历单。一输入病历编号，系统里蹦出来的信息根本不姓方。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方一恒还真是会胡编乱造。我又查了方一恒号称心脏病复发住院抢救那天晚上全市所有3甲医院的记录，门诊系统里连方一恒这3个字都搜不到。瞧瞧这红光满面的样子，跟心脏病有半毛钱关系。全部打包，以律师事务所的官方账号直接发声明。声明发出后，风向立刻反转。陆晨舟，你要毁了他吗？我毁了他。方一恒他是个病人，他只想安静的过日子。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网上被骂成什么样了？许曼宁，你今天这么急着找我算账，真的是心疼他那个装出来的病，还是因为他这出烂戏终于砸了你自己的饭碗？不好意思，刚才说到城南项目的第2期规划。不好意思，刚才说到哪儿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真的全是装的，谁能演？去找陆晨舟了没有？你当面问他凭什么这么做我，你听见没有？我现在就去。你去了跟他说什么？你让他把视频和截图全删了，再敢乱发我就告他诽谤，听明白没有？一恒，那些都是真的吗？许曼宁，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宁可信那个窝囊废，也不信我？不相信。陆晨舟，这就是你找人做的 P 图吧？你找人 P 图画我老公的脸，放网上说他去会所，我会信你的鬼话？我没必要 P 图。你恨我们在一起，所以你要毁了他。他身体什么状况你不知道吗？他要有3长2短，你就是杀人犯。不信截图，那你看清楚这张消费清单的备注栏。生日局14万8，这个日期是几号？你认识他的字？他那天晚上明明跟我说他在医院急诊输液。不，这中间一定有误会，他不会。你这是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背叛我？我问你，你生日那天晚上，你到底在哪？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那天心脏难受，在急诊。你骗我！你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喝了14万8千块钱的顶级香槟。曼宁，你听我解释，那天是客户硬拉着我去应酬的，我真的就去了一下，做了10分钟我就走了。应酬10分钟，监控截图上的时间是晚上10点42分，而你8点就给我发消息说你已经吃药睡下了。方一恒，你当我是白痴吗？那是客户，我总得做生意吧。
你搂着的那个人也是你的客户，你陪客户需要你搂着他吗？许曼宁，你现在居然为了这个窝囊废跑过来说我翻3年前的旧账！你不信我，你竟然信他！我不该信他吗？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知不知道？我当年为了帮你许家拿到海外的合同，我差点连命都没了。你现在为了他冲我发脾气？你为了我什么？你为了我半夜装病去急诊，因为你一句话，我像个保姆一样照顾你。方一恒，你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病？你蹲够了没有？你要是真的难受，我现在就叫救护车。然后我会让医院把这3年来你所有的急救记录全部调出来核对。行，许曼宁，你跟这个窝囊废过去吧。陈州，方一恒装病骗捐已经冲上同城热搜第3了，热度还在涨。这只是个开始，许家蹦得越高，这一跤就摔得越狠。徐总，热搜看了吗？方一恒装病骗捐，城南项目要是被波及，你自己看着办。王总，您听我说，那都是网上的谣言，我们正在澄清。澄清个屁！警方都介入调查了，明天早上平息不了，立刻终止合作，等着赔违约金吧。许曼宁，你看看你办的好事，合作方的电话都要把我的手机打爆了。公司要是破产，我和你妈怎么办？爸，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方一恒就是个瘟神，是你亲手领进来的。老许，老许，你撑住啊！陈州，我真的不知道他一直在骗我。许家公司为了赶工期，连设计图纸都懒得重画，直接用了你留在电脑里的原文件。图纸设计单位那一栏，现在还印着你的名字。他们以为把我踢出局，图纸的版权就能自动过户。可惜，他们不知道我走之前进行了备份。那封给建设方的律师函我已经拟好了，上面明确建设单位在知情情况下继续使用侵权图纸，需承担连带责任。发不发？发，直接发给建设方的负责人。好戏才刚刚开始。陈州，你什么意思？那律师函是你让发的？城南项目如果因为你停工，你赔得起吗？一个前女婿想翻天！陈州，我一个朋友刚刚给我发了一段许父和刘经理的通话录音，你听听。刘总，律师函的事儿我了解过了，底下人办事不规矩，图纸授权有点屁不大，可不能停工，让工地先动起来。补不齐授权，那就只能停工。行。怎么突然就停工了？大伙儿大老远跑来，说停就停。就是啊，每天不干活就没工钱。吵什么吵？都给我原地造命！老板在想办法呢。陈州，许氏集团为了节约支出，今天上午把核心工程师和施工员全逼退了。省了？省了？省了什么？
许氏集团亲手把铁证递给了建设方，省了我们的事儿。法务部去核查了，施工图确实是你一个人画的，许家公司根本拿不出任何委托合同。我知道，陆工，这个项目我们不想换设计单位，重新招标至少拖3个月，集团等不起。你这边有什么打算？刘经理，你在1楼点咖啡的时候就知道我在这儿坐着了。你在楼下等了多久才上来？从你第一天坐在这里看工地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许家的授权永远补不出来，你们迟早要走解约程序。刘经理，期待我们的合作。你比我预期的还要清醒。好，那我等你。陆晨舟，你做太绝了！你想把我们全家逼死吗？陈舟啊，千错万错都是曼宁的错，咱们好歹曾经是一家人，你高抬贵手，给许家留条活路吧。你们在老宅合伙逼我签自愿放弃协议那天，不是口口声声说早不是一家人了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当年要不是我们许家赏你一碗饭吃，你能有今天？我们许家养了你整整5年啊！许女士，看清楚，3年前你女儿公司濒临破产，是陆晨舟卖掉老家房子汇入救急款，连本带息，今天开始依法追讨。那笔钱确实是你当年拿来救公司的钱。所以，许总，你究竟还想怎么样？陈舟，你不能这么无情。那几年我们在出租屋里吃泡面，我们也是真心相爱过的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对，我付过真心，所以现在我也该拿回我的钱了。快看，画家发视频诬陷陆晨涛，律师挂号直接放出了监控录像，搞了半天原来是碰瓷儿，还伪造签字转移财产。呸！吸干了前夫的血，居然还跑来道德绑架，一家子无赖。徐总，鉴于贵司面临重大舆情危机，我行正式宣布，您公司的全部贷款立刻提前到期，请在24小时内一次性结清所有债务，否则我们将依法起诉拍卖。都是你，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为了那个装病的骗子，你毁了整个公司，你毁了全家！盛远置地的项目总监刚刚给你邮箱发了一封邮件，说他们手上有个大项目，想重新招标，问我们有没有兴趣。盛远置地这个项目的设计打包合同，去年走的是许家公司的名义。对，许父去年在饭桌上吹牛说一定要拿下这个旧改，结果他们的方案太死板，被盛远给毙了。现在盛远回头找你，这说明什么？你好，赵总。陆工，邮件看了吧？有没有兴趣周五下午2点过来聊聊？我们离你那儿很近，开车20分钟。好，周五下午我准时到。陆工，这是地块的基本条件。地块东侧紧邻2处历史保护建筑，配线卡得死，基本角有地铁，承载要求极高。你先看看。陆工，
你之前在许家公司的时候做过类似条件的地块吗？做过一个城南项目，也有类似的退线和地铁承载问题。城南项目，那不是之前许家公司中标的项目吗？中标的是许家，但设计是我做的。这个地块大底盘地基处理会超预算，不做地铁侧向压力，就导致差异沉涨。之前几家是不是都卡在这儿？陆公，你有解法？有，不过在纸上说不清楚。给我1周时间，我出一版结构概念方案发给你们。好，那就按陆公说的办，我们等你的方案。陆公，城南项目那边现在是您的律师在跟建设方打官司吧？没有别的意思，那个项目我们盛源也在关注。陆公，你发来的方案视频我们看了，常规做法中双墙分离会吃掉1.2米的商铺进深，但我用加链梁，效果一样，还能帮你们保住黄金进深。陆公，你当初在许家公司的时候拿到的设计费比例是多少？个人分到多少？许氏集团真是个睁眼瞎，他要是把你留住了，城南和盛远这2个项目全在他手里，他这是亲手扔掉了2个亿的单子。许氏集团的事儿，现在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陈舟，你还记得这碗面吗？那时候我们虽然穷，但真的很开心。那天你加班到半夜，我亲手给你煮的。这个片子我昨天一个人又看了一遍，可是才看了个开头，我就哭得关掉了。陈舟，你看看你以前对我的温柔，你真的对我连一点旧情都不剩了。怎么？这位许大小姐又开始演上忆苦思甜了。她跟方逸恒在你婚房里挥霍卖奸款的时候，怎么就忘了？旧情不影响法院立案。那时候的我是真真切切的想和他有个家，可那些真心早就没了，那早不是我的家了。陈舟，方逸恒那边终于让我挖出大料了。什么大料？就在他和许曼宁结婚后的3个月内，方逸恒在境外秘密开设了3个银行账户，总额多少？总额超过200万。而且最绝的是，这些账户的受益人所有人清清楚楚的只写了他方逸婚一个人的名字。他这是准备卷款跑路了？你猜的真准。我查到了他的一张单程机票，下周3直飞温哥华，买的是单程，根本没打算回来。林听，立刻向法院申请对他的财产保全，还有向边将申请边境管制，限制他出境。放心，材料我早准备好了，这就去办。不过就这么让他不声不响的被拦下，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他了？不，把他的单次机票截图用匿名账号直接发给许曼宁。不可能，平时他放在抽屉里的证件呢？他不会骗我的。温哥华，单程。
方一恒，你竟然真的要丢下我一个人跑路？许曼宁，你疯了！你凭什么翻我东西？我翻你东西？方一恒，你下周3直飞温哥华的单程机票都买好了，你瞒着我转移了200万的资产，想拍拍屁股出国跑路？曼宁，你听我解释，我那是为了咱们出国做前期投资准备。那机票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要不是有人把截图发给我，你是不是打算直接不声不响的把我扔在这里，让我等死？方一恒，我今天只问你一句话：3年前，你是不是早就开始算计我？回答我！你现在装什么纯洁无辜？当初去民政局签字办手续的人是你自己。要不是你自己嫌弃他没本事、没钱，谁逼得了你？可他的签名明明是你手把手教我练的。放屁！你为了练他的签名，在书房里整整描了半个月，每天晚上对着他的旧图纸练。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徐曼宁，你以为我方一博为什么会看上你这种离过婚的女人？我爱你，我爱你什么？要不是因为你背后有许家的公司，你以为我会在你面前装病？你在搞什么鬼啊！再不开门我报警了！所以这3年里，你其实都在把我当成傻子一样，在背后笑话我，对不对？站住！曼宁，委屈你了，他配不上你，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姑娘，你为了这么个男人，何必呢？原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个傻子。我告诉你，许曼宁，你那200万我早就通过海外账户洗干净了，受益人现在只有我方一恒一个人，你告我也没用。陈州，音频是方一恒转移资产的铁证，我愿意上庭作证，求你看在过去情分上，撤销对许家的起诉。我告诉你，许曼宁，你那200万我早就通过海外账户洗干净了。收到，他自己把证据送上门了。陈州，回我一句，撤诉好不好？公司不能倒。该收场了。你好，下周3直飞温哥华的机票，帮我改遣到今天最近的一班，立刻。不好意思，先生，系统显示您已被列为限制高消费及限制出境人员，您的护照已被锁定，无法办理登机手续。什么？限制出境？你们搞错了吧？我是知名画家，我名下有200万资产，你们凭什么拦我？先生，请您保持冷静，
否则我们将依法对您采取强制措施。许曼宁，你竟然联合陆神州做局害我！您拨叫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警察同志，我要举报方议会。这是他伙同我3年前伪造陆晨舟签名，涉嫌巨额合同欺诈和非法转移资产的全部证据。陈舟，起诉书我把方一恒作为连带被告加了进去，只要你在这儿签字，民庭和刑庭同一天开庭。咱们一次性把这桩烂账算个清楚。下一步呢？他们现在为了推卸责任，已经彻底撕破脸了。挺好，等他们咬完了，一个都别想跑。伪造签名骗取离婚，我从头到尾都不知情，全是许曼宁一手操办的，我是被他蒙蔽的。法官大人，被告方一恒口口声声说他不知情，那么请法庭准许播放3年之前的监控修复视频。我只是陪同，我怎么知道那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那请法庭看第2份证据，这是我们依法恢复的2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天底下怎么有这样的男人？方一恒，是你教我的，那签名是你瞄了半个月练出来的。你当年跟我保证，只要办完手续，陆晨舟一辈子都不会发现。胡说！明明是你自己嫌弃他没情调，你主动提出要跟他离婚，可你又想一边花着他的血汗钱，又想一边跟我过日子。方一恒，你当初怎么跟我承诺的？你说你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爱你，许曼宁，你除了一张可以随时刷卡的许家公司账户，你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我方一恒去爱？陈舟，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这辈子唯一真正爱过的人，其实是你。法官大人，我方坚决反对被告在庄严的法庭上企图用廉价无效的煽情来拖延庭审时间。经本庭审理查明，被告人许曼宁、方一恒伪造公文、合同煞坠罪成立，相关离婚手续存在重大违法疑点，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刑事侦查。许家公司城南项目侵权成立，即日停止使用陆晨舟设计成果，并赔偿违约金。活该！陆先生，恭喜您今天维权成功。作为前夫，请问您现在怎么看待这段长达5年的婚姻？看判决。陈舟啊，你现在能赶紧回来一趟吗？许曼宁现在正在咱们老院子的铁门外面呢。他去那儿干什么？不清楚，已经1个多小时了，外面街坊邻居都在围着指指点点的。你快回来一趟吧。我知道了，妈，我这就过去。让我和陈舟聊聊吧。公司已经被破产清算了，我爸在 ICU 里躺着，我妈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方一恒，他在里面为了脱罪还要起诉我，我真的活不下去，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吧。曼宁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陈舟为了你
卖掉老家自建房的那天，陈州他爸的遗像还挂在正堂墙上。陈州在签字前来问过我，我这个当妈的却没有拦他，因为我那傻儿子当时红着眼跟我说：“妈，他想有个自己的家。”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让陈州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家吧。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觉得我儿子永远不会走。陈州，你肯来见我，是不是原谅我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还款调解方案，按月还，逾期1天，立刻强制执行。陈州，我们真的不能重新认识一下，从头开始了吗？这是我们结婚时的戒指，你还留着，对不对？不用给我，交给法院折价吧，能抵扣你几十块钱的债务利息。判决如下：被告人许曼宁犯伪造公文材料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附带民事赔偿120万元。被告人方一恒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6年。尘埃落定，许家公司的资产已经正式上了司法拍卖平台。恶人自有天收，他们该还的1分都少不了。挑好了没有啊？这都是折价处理的，别挑挑拣拣的。好了好了，我就要这半个。乔建美，以前许家太太女儿作死，全家被扫地出门了。是，以前眼高于顶，现在连烂菜叶都捡，活该。妈，过户手续全部办完了，看看这院子你喜欢吗？喜欢，妈太喜欢了。陈州啊，这次妈这心里终于踏实了。5年前卖掉房子的那天，他站在门口，一句话没拦我。现在我把欠他的还上了。不错嘛，陆总终于学会自己爱自己，给自己买这么大的新公寓了。经历过那些破事儿，才明白总得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看守所寄过来的，许曼宁在里面亲笔写的信，给你的。归档，不用拆了。医生，我不行了，我的心脏病真的犯了，快让我保外就医。心率正常，血压极其健康，装病驳批保外就医，加罚3天禁闭。我没错，我真的有病，我真的有病，放开我，放开我！陈州啊，妈又给你做了一双厚鞋底的新布拖鞋，鞋底加厚了，这次啊，保准你穿着暖和又踏实。执行款尾款全部清收清结，并划入您的账户，执行终结。以前我总觉得家是需要2个人拼尽全力去拼出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家首先得允许我作为我自己，体面而完整的存在。